宇轩，今天巴拿马整个硬了起来，它真的跟中国来开战了。之前不是讲吗？巴拿马的法院已经说什么？你中国拿这个港口你是违宪的，是违法的，所以我要把它收回来。结果今天巴拿马的海事局真的洋洋洒洒、大张旗鼓，真的把2个港口给收起来嘞。巴拿马现在的中文名字已经叫俊杰哦，非常是实务。为什么呢？因为在中美这个对抗之间呢，他很果断的，美国老大哥还没开口，我直接帮你处理。今天他利用最高法院这个裁定，但裁定没有跟你讲可以这样做，没想到由他的总统亲自下令，在神不知鬼不觉、月黑风高的时候，派令直接让他们有关单位冲去这个 PPC， 也就是所谓的长和企业，冲去里面干嘛呢？把所有的东西都假扣押，滴水不漏。我们讲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因为他这个闪电战哦，他突然间突袭进去，2月23号早上的时候，对不对？进去之后说，最高法院讲的，我总统命令下令，然后干嘛？把你港口边所有的重机具，把你的动产，把你的电脑，把你的软体，全部都扣押，而且扣押之后你知道多可怕吗？他等于说我把你控制住，对不对？怕你通风报信，拿着这些搜索令、扣押令之后，跟你员工讲，你谁敢去跟长和企业上游，或者是你敢去跟中国通风报信的话，我用刑事办你，我就让你讲都不能讲。这次他们这么凶，对，就会刑事办你哦，说我把你抓去关哦，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大动作。结果你知道吗？瞬间哦，真的是闪电战，噼里啪啦的事情就搞定。然后总统一搞完定之后，出来讲说啊，针对这一次哦，所有可移动的设备来。所有权不会丧失哦，你听起来好像对中国不错哦，对，只是暂时扣押，对不对？他说，一旦呢接管的原因消失之后，政府就会把起重机等资产归还所有人来造额。这时候关键点来了，什么原因会让接管的原因消失？卖掉嘛，那他让他卖给谁？我收回来的时候，我马上卖掉，你的积蓄我就还给你。对啊，他要把它卖给丹麦嘛，卖给瑞士嘛，卖给马士基嘛，他都想好了。他就是你长和，我怕说我这个交易还完成之前，我问你，如果是中国，你会干嘛？你现在要我卖，我是不是我们讲破罐破摔，把所有东西都搞得一塌糊涂，让你买家接不了手？所以我先把它控制住嘛。我是为了要让美国这个交易，让丹麦以及瑞士这个交易可以顺利进行，所以我才这样做啊。所以你看哦，他扣了多少东西啊？因为总共其实有2个港嘛，大家知道在太平洋跟大西洋这边各2端，也就是巴拿马左右，包括巴尔博亚港以及呢克里斯托瓦尔港，这2个港非常重要。其中呢，来200万个标准箱，也就是你想看到去那种港口边商港有没有那个货柜一个一个200万咖，还有呢。它还有什么冷藏货柜的接驳点，以及呢3个货柜的趴位，还有12公顷的这个货柜的堆箱，13台暗桥，30多台龙门起重机，最猛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龙门起重机，连这个30多台，对，它全部给它包了，对，这是可以动的哦。这是动产哦，它不是固定在那边哦。就你现在看到一个一个有没有？它就是专门把货柜起降，然后呢载重，这是所谓的起重机，这是专用。来，我问你，这是谁出钱啊？这全部都是长和的心血。对，他现在一把的直接把你抓了之后，等于就是你揍北钢嘛，你过去的资产，现在未来都会提供给下一个买家。那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啊，宇轩，那为什么铁路啊，包括它这些高速公路，它为什么不去扣押它呢？因为理由很简单啊，也招不起啊。对，你隧道跟你的这个是有办法偷偷搬走的。我现在先下手为强，我扣起来。对，我都扣起来了。然后你看哦，包括这个40公顷的货柜堆箱啊、趴口啊，这边也有3600多个。换言之，这2个港口所有投资的大量设备，全部都被扣押。但你知道最不胜唏嘘、最讽刺的是什么吗？长和PPC。今年哦，才特别拍一个新春贺岁片。对，他跟你讲说，哎呀，你看看我们的工作同仁啊，包括这个巴拿马当地的居民，每个都醉就把球眉开眼笑，甚至还跟你说，我们办了很多慈善活动啊，我们促进了当地的体育，包括拳击啊，还有小朋友打棒球，我们捐了很多钱啊，足球活动啊，然后讲了一大堆。结果呢，最后面全部打水漂。所以现在巴拿马员工在笑，然后呢，后面的这些中资的这些大老板。正在哭泣，他们气到什么程度？直接跟你讲说，哎呀，香港特区政府来哦，赵尔，他们最厉害、最擅长的成语字典攻击，对，来哦，投递当地的巨额投资呢，创造大量的职位，有关裁决的及巴拿马政府无理行为、自毁信用、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然后整篇文章哦，用打水炮嘛，又是一大堆成语哦，乱七八糟的。但请问一下有没有用？他们现在气炸，等于说我的东西你竟然在没通知我的情况之下。直接把我秒杀了，而且我还不能含扣，
你找到卖家了，我怎么办？对，对吧？已经找到了嘛。那对美国政府在旁边拍手叫好，对于这个行动，美国在拍手叫好。所以我讲这个中美两强一对之后，结果出炉嘛，巴拿马选哪一边站？选择当然是站在美国那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站在中国那边你会变倒霉鬼。我们就举一个国家为例，这个国家叫智利。对，叫智利哦，以前大概90%的樱桃最多，它市占率非常大。但是呢，大量都倾销到中国去，就最近发生一个很惨痛的状况。比如说，我们讲它的超商好了，本来一盒呢，可能我们讲300块的这个人民币的这种樱桃哈，现在已经怕没怕个高涨高扣够没人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是外媒报道的哈，涌入中国之后，突然呢，因为最近他们经济不好，消费力道疲软，所以价格滑落，每公斤从过去的2.99美元到5.99哈，现在跌到最便宜1.50。哎，较早哦，你上贵的时阵哦，那一卡哦，那是公斤变200块，今嘛来改讲1.5大概45块，对，从200块1公斤跌到45块，那而且跌的算哦，重点是还没人要吃，所以他们最后呢把1.1亿箱哦销往中国滞销的，直接回损。那你知道这1.1亿箱哦加总起来大概多少钱吗？我们讲数十亿元，他就这样子直接就把它毁掉了。对，但没办法嘛，所以你看哦，2025年2月7号抵到中国港口。1300多个货柜，损失1.2亿美元，将近快要40亿元台币。那变成说，因为现在中国市场真的是吃不起，那也买不起，那刚好呢，智利这个销量又很大。那你知道吗？甚至是中国商场哦，对于这种智利樱桃更过分。你知道过分什么吗？你说便宜就算了，你说没有卖掉就算了，刁难。我现在卖不掉你，对不对？来，这个叫做胖东来。胖东来是什么？你就像台湾有什么全联啊，有那种大型的超商啊、连锁超商啊、连锁超市。他直接跟你说来哦，因为这个销量太多了，对不对？我先把你价格腰斩，从180块先斩到99块，然后最后面再跟你讲说你品质不佳，因为你很多的樱桃呢果实都烂掉了，都臭掉了，而且呢不太好，所以我干脆就直接不上架。所以那如果这个情况下，我先砍你的价，然后跟你讲说你的东西我不要上架。智利也太衰了吧！对，你自己买不起，然后跟人家讲说人家东西烂，就莫名其妙。那你看哦，现在中国的市场哦，低价智利哦，这个没人要买。我们刚才是讲智利的，它是全球90%，它是便宜的，但其实有高价的。高价是什么呢？就澳洲。澳洲的呢，高价的樱桃来中国人又怎么样呢？买不起，所以变成说呢，中国人现在根本吃不起樱桃。志明哥，我们刚刚讲到樱桃这件事情，智利樱桃已经被中国给玩坏了，结果纽澳的樱桃。中国没有办法买，为什么？消费不行。我跟你讲，有这么夸张吗？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画面，我吓死了。有一个人说什么？我今天在中国山东泰安，我今天挖到了一个这个所谓三叶虫的化石。他说：哇，厉害，削翻了，要卖了。结果真的，一大群人真的是拿什么那种铲子啦、圆锹啦来挖宝了。的确，刚才说到消费力下降，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大家就想要求财。那刚过完年，大家也都各行各业开工、开市、开张了嘛。可是你看到中国大陆啊，在最近过年期间，就有大批的民众跑到山东东平县，这个泰安东平县，东平县是什么呀？就是半路杀出那个程咬金，程咬金他的家乡就在今天的山东泰安东平县这个地方，他这边有一个这个秦山，跑去那边挖宝，因为呢挖宝 online 正在上演。然后挖什么宝呢？就是考古。你看到这个民众在网络上的这个影片所出示的这个手掌心中央有一个小小的石片，那是什么东西？民众就声称说，我在这个山东泰安东平县的这个秦山上面挖到了一个三叶虫的一个化石啊，对，结果大家就惊为天人，那是寒武纪的，对啊，寒武纪距离今天大概也有5亿4千多万年啊，那而且它这个三叶虫其实后来存在，至少在地球上存在3亿多年，对，它一直到这个二叠纪末期才消失。那可是呢，民众就看到网络上有堆的这些影片，然后又看到有人在自己拍说，他们去那个山东泰安东平县的秦山这边挖，然后就吸引了这个更多的这个旅客络绎不绝的。过年就算大年初1到大年初5都开车到这边，你看直接去，然后还有人冒险的站在山壁这边挖拿着一点工具啊，简单的锤子啊，这边再加上那一个山它的整体的这个整片的山体
结构是松散的，所以你看敲一敲、锤一锤、打一打，就可以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挖出来了。那幸运的呢，就真的挖到像刚刚讲的一小片的这个三叶虫。那不幸的呢，就什么都没挖到，那你就是挖到一堆土石，所以引起当地的政府直接，他连红布条都挂上去了，上面就写着严禁乱采滥挖化石资源呐。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挖了，不要挖，要倒了，再给你们挖。这没多久的功夫，可能就这个山体都被你们挖塌了啊！那所以这个警察就直接在这个重要的要登山上的这个路口进行封锁，我不让你上去挖了，就在那边封起来。那甚至还有警车啊，把一些漏网之鱼，因为已经登到这个山口了他就跑到那个山下那边，直接在现场去赶人，不让人家这样挖。有网友就在网络上去算啊，去看那个市场的价格，三叶虫的化石。那价格会因为它的品相跟大小，还有它清修的程度，会有不同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常看到没有清理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化石，大概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没清理的话，大概几百块钱人民币，几百块钱新台币还不是人民币啊。那如果你清理过了，像这样比较漂亮、有保存纪念价值的话，可能几千块钱新台币。对啊，就为了这个东西几千块钱，对，可能才1000多块。这边哇，那边过年不好过年，那边哇跑啊，所以你就知道求财若渴，大家都想要发财，都需要钱，哪怕是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新台币不等的东西，我还是想办法挖，能够挣一点钱的东西我都想挖。所以大家求财求到了什么？如果挖不到呢，那我就去登山或者是拜庙拜神嘛。我们台湾也常看到很多的这个过年民间的时候都会去拜庙，但是还没有看到这样子。几乎你到了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杭州临顺市，它是在杭州北高峰，就是西湖的西北方的这个山上最高峰。灵隐寺的上面，临顺寺在灵隐寺的后面，所以。这个灵隐寺很有名，但临顺寺也不遑多了，它在灵隐寺的后面，在山上更高的地方。那你看到2月24号，也就是大年初8开工日，大家都去这个山上，这人也太多了吧？所以才会有网友到那边去说，我感觉全世界的人口都集中到这边来了，实在是很难呼吸，连前进都很难。所以有人就讲说，你要嘛你要求人或求己都不求，你就来这边求财。那你要嘛就是你要上班还是你要上进，都不上的话，那你就来上山。上什么山？就上这个北高峰，杭州的临顺寺。你看到没有？几乎都到了这个地方庙口，完全我以为是什么跨年的人潮，有这么多人求财若渴，真的想要钱，一定要钱，真的是穷怕了。那这个财神庙呢，路上的那个道路啊，入市的道路完全没有空过，全部都是人，而且呢被挤到塞车。你看庙口在这个地方，全部都动弹不得，你看怎么进去？那甚至呢，在大年初5的时候，据说凌晨0点就有大批的民众要到这个临顺寺的这个财神庙前面啊，要抢先去那个大年初5第一拜。那到了这个地方呢，你要进去临顺寺，临顺寺待会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地方大概香火鼎盛也上千年了，从这个东晋咸和年间，西元326到334年就一直存在了。那曾经在明代有一个江南才子徐渭，曾经到这个地方一游，然后就在题匾庙的上方就题了一个匾，写天下第一财神庙。那宋代开始就有什么五显财神，全部都供奉在这边。所以你看，有宝塔天王啊，也有这个弥勒佛啊，也有财神啊，全部都在这里。所以呢，这边又叫做天下第一财神庙。一大堆人上了山。他们还发文 po 文表示求财的决心，讲什么？天下第一财神庙，海拔3137米，1700，1700多个台阶，没有对爬山的恐惧，只有对发财的渴望。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所以你看到要走这个古栈道啊，它也有索道啦，但索道如果不上的话，你就要40-50分钟。所以呢，现在要4-5个小时去。还有庙方说，你们回家吧，山上没有卖烤肠，没有茶叶蛋，而且没有网路可以上网，你们赶快回家吧。人多到连庙方都怕。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